苏无忌看了一眼坐在床上的武田雨衣，说道：我妈的电话。哦。武田雨衣随口应了一句，看似随意地坐在床头，但是耳朵却已经悄悄竖了起来。无忌的老爸是太阳神阿波罗，那么他的妈妈又是哪一位？他的脑海里瞬间闪过了好几个答案，但都不确定。毕竟传言太阳神大人生性风流，红颜知己一大堆，从刚刚在浴室里发生的情形来看，父亲这方面的天赋也都遗传给了儿子了。哼，还真是虎父无犬子呢。妈，你怎么打电话给我了？苏无忌接通了电话，问道：你还在斯洛伐克呢？老妈的声音很柔和，听起来就是比某个老登的声音顺耳。是啊，苏无忌说道。再待几天就可以回国了。老妈说道。直接回国也不是不可以，家里等着你吃饭呢。苏无忌笑了起来。显然，老妈所说的可不是普通的一日三餐，而是让自己带着白木哥一起回家吃饭。不着急，老妈，我的战果还没达到最大化。苏无忌扭头看了一眼床上的女人，说道：这次机会太好，我得物尽其用。他还想要多干掉几个无面者呢。有武田雨衣这个诱饵放在手上，不把他的价值彻底榨到干，那就太浪费了。武田雨衣本来正佯装闭目养神，听到了这句话，睫毛顿时轻轻颤了颤。白红颜微笑着说道：太阳神殿难得出场一次，已经击穿了黑渊两大庭，算是给你出口气了。以后你也别总是吐槽你老爸。我觉得吧，太阳神殿这次出动肯定都是老妈你的建议，不然我爸才懒得动呢。苏无忌说道。电话那边，白红颜抬起右手，及时捂住了苏瑞的嘴巴，不然的话，后者此刻怕是要直接开骂了。你爸确实有点懒，但是他真的很疼你。白红颜轻笑着，随后话锋一转，说道：对了，关于禁锢黑渊的事情，不要掉以轻心。虽然你的双子星叔叔带着神卫们看似无往而不利，但对方或许还有一部分隐藏的力量，并未出动。苏无忌说道。是啊，毕竟禁锢黑渊旗下有好几个庭，目前只有禁锢庭和淬炼庭受到了重创，要想团灭他们，我还得多努努力。顿了顿，他又想起加列戈斯说过的话，在禁锢庭被打穿之后，淬炼庭便在第一时间转移，精锐部队带着重要的科学家都跑掉了，确实稍微有点可惜。白红颜说道。但这看起来更像是主动自断一臂。妈，你的意思是？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黑渊在断臂求生？也许吧。白红颜说道。千羽的那一纸宣言，把禁锢黑渊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而太阳神殿也高调出击。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在黑渊，你会怎么做？苏无忌说道。我如果是黑渊决策者，绝对不会选择顽抗到底，肯定得夹着尾巴做人的。说到这儿，他的眼光骤然一亮。显然，老妈的一番话直接点醒了苏无忌。原来如此，他说道。我明白了。这只是我的判断，并不一定是事实真相。白红颜说道。但如果黑渊选择断臂求生，这个命令的出处一定是来自于那个虚无缥缈的墨者庭。苏无忌咧嘴笑道。妈，我还不了解你老人家的判断就代表着真相。谁是老人家？白红颜反问道。嘿嘿，您不老，您就是冻龄女神。苏无忌嘿嘿笑着。在得到了老妈的提点之后，他对于黑渊精锐未被彻底消灭的遗憾也全都烟消云散，
心情已然变得大好，甚至充满了斗志。所以，如果你要物尽其用，把资源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不妨从我刚刚说的方向着手。白红颜说道。他从头到尾都没提武田雨衣的名字，但是苏无忌却已经明白了一切。嘿嘿，老妈就是老妈，永远都能一下子抓住问题的关键。苏无忌笑着看向了武田雨衣，后者并没有理会这不怀好意的笑容，反而沉浸在强烈的震撼之中。他虽然听不到电话那边的声音，但是依旧能够从苏无忌所说的这些话里推断出来，他的母亲到底是谁。能够如此精准地分析问题，把握到重重迷雾之下的关键，整个太阳神殿除了超级智囊军师之外，还有谁？苏无忌的老妈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军师，竟然是那个得军师者得天下的军师。这一刻，武田雨亦忽然间没那么挫败了。之前自己三番两次的输给苏无忌，现在看来也是能解释得通了。毕竟那可是遗传了军师的智慧，同时拥有军师的最强大脑和太阳神阿波罗的最强身体，这样的绝顶天赋，全世界又能找出几个来？武田雨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苏无忌说道：老妈，如果你下次再抓到问题的关键，一定要提前告诉我啊，可不能和我爸在一旁看戏。好，早点回家吃饭。白红颜微笑着说道。他此时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而是抓着苏瑞的嘴巴呢。电话挂断，他才松开了手。光辉伟岸的阿波罗大人此刻被抓得嘴唇通红，他揉了揉嘴巴，没好气地说道：你就惯着他吧，刚刚要不是你拦着，我肯定把这当面一套背地里一套的臭小子骂得狗血淋头。白红颜的眼睛里带着柔和，他轻轻一笑：我还没说你呢，你之前给儿子打电话，怎么一开口就问武田雨衣的属相？你安的什么心？苏瑞笑着说道：随口一问罢了，没想到还是龙虎斗。你那是随口一问吗？白红颜轻轻掐了老公的胳膊一下：我看呀，你是见到个年轻漂亮的姑娘，都想把她变成儿媳妇。苏瑞说道：无忌这方面表现得稍微有点迟钝，我这个当爹的随手帮帮他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武田雨衣还暗杀过无忌呢。白红颜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微微的不满，说道：这能放心往家里领？苏瑞说道：以前公子杀我的次数还少了，后来不还是被你下药了？白红颜难得被老公堵了一次，她摇了摇头：你这是偷换概念，这能一样吗？怎么就不一样了？苏瑞说道：依我看啊，你就是当了妈，视角变得不一样了，觉得谁都不能欺负你儿子。要是你年轻30岁，8成得抢着下药呢。白红颜的俏脸泛上了一层微微的红晕，似乎显得有些尴尬。你能不能不要再提下药的事情了？苏瑞说道：跟以前的公子相比，武田这丫头的所作所为，跟郭家家都没什么区别。他的确没把武田雨衣对儿子的敌意当成一回事儿。见了这么多年的风云，苏瑞见过太多太多化干戈为玉帛的例子了。不说别的，黑暗世界里那些还活着的老牌天神们，之前大部分都跟自己有过节，后来还不都成了并肩作战的兄弟了。不得不说，很多时候男人和女人看问题的视角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哪怕是大名鼎鼎的军师，也会不自觉地陷入到把对儿子关心摆在第一位的状态里。我如果连这一点都想不明白，就不会给无忌打这一通电话了。
白红颜转身倒了一杯水，递给了老公，顺便看了看对方的胳膊，看看自己刚刚那一下有没有给掐紫了，说道：其实武田雨衣的行为在你眼里虽然是小打小闹，可实际上他的为人和当初的公子截然不同。苏芮喝了一口水，他没有公子，直来直去。你说对了，白红颜说道。公子虽然年轻的时候手段狠辣，但是行事直接，爱恨分明，而这个武田雨衣的为人比公子复杂多了。苏芮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对，还真是这么个理儿。白红颜的神色稍稍认真了一些，说道：小白当时在东阳攻击武田雨衣，看似成功了，可最终死掉的只是替身和备胎。坦白说，我很不喜欢这种不把替身的性命当人命的行为，尤其是心安理得的送备胎去死。苏芮摸了摸鼻子，你天天在家里待着，怎么东阳的事情细节知道的这么清楚？白红颜懒得回答这个问题，她接着说道：所以以武田雨衣之前表现出来的深沉心思，如果他真的冲着太阳神殿的名头接近无忌，我也不会意外。涉及到儿子的安危，她这个当妈的可不介意把人心往最坏处考虑。苏芮问道：所以你的意思呢？时候未到。顿了顿，白红颜说道：这丫头的心性还得磨练，不然的话，即便未来有一天嫁进来，也会把无忌的后院搅得鸡犬不宁的。不过说这话的白红颜还不知道武田雨衣已经对艾斯戴尔说了，如果对他动心，我就直接自杀那一番话。当然说归说，具体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苏芮笑了起来。所以出于这种担心，你才想通过无忌之口暗示武田雨衣回到禁锢黑渊，等待机会进入牧者庭。这确实是原因之一，另外一重原因则是……白红颜喝了口水，润了润嗓子，接着说道：禁锢黑渊选择低调隐藏，是绝大部分人会做出的选择，但是这次主动自断一臂的狠辣决定，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出来的。牧者庭里还有高人。苏芮咧嘴一笑：如果真有这个人存在的话，等武田丫头回到了黑渊之后，怕是会想方设法取而代之。白红颜说道：所以我才打了这个电话。苏芮拍了拍他的肩膀：姜还是老的辣呀，你。白红颜抬脚踩他的脚面一下：你也说我老。苏芮疼得吸了一口气，随后咧嘴一笑：我是说你辣，昨天晚上都乐死我了。白红颜的脸上浮现出了羞恼的神色来：多大的人了，还管不住嘴，怎么什么都往外说？苏芮咧嘴一笑，把他横抱而起：走，咱们去卧室，我还想看看你到底有多辣呢。你妈妈是军师。武田雨衣看到苏无忌挂断了电话，于是立刻问道。那双清澈的眸子里闪动着复杂难言的光。我妈是谁，和你有什么关系？苏无忌对他依旧是毫不客气，语气硬邦邦的，根本懒得正面回答。看他这个反应，武田雨衣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他抿了抿嘴，眼底难以抑制地闪过了一抹震撼。父亲是威震四方、声名远播的阿波罗，母亲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军师，真是简直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啊？顿了顿，武田雨衣的语气里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丝谨慎，又问道：阿姨套，跟你说了些什么？阿姨，你这次挺有礼貌啊。苏无忌笑呵呵地说道。武田雨衣轻轻摇了摇头，唇角泛起了自嘲的弧度，说道：毕竟在这太阳神殿军师的面前，
我可不敢造次。那是发自内心的忌惮，甚至连一丝试探的念头都不敢有。还行，挺有自知之明的，算是进步了。苏无忌说道。他这次居然没有再隐瞒，而是说道：据我妈分析，黑渊这次看似遭受重创，实际上是主动断臂求生，牺牲掉最扎眼的部分，以换取存续的空间。主动断臂求生。武田羽衣愣了愣，随后眼睛里闪过了一线金芒，低声评价道：这几乎是黑渊在绝境之下的最好选择了。做出这个决策的人很厉害。抛弃一切侥幸心理，自断双臂换取夹缝求生的机会。黑渊的这个决定不仅是聪明，更是对自己的极度狠辣。随着禁锢庭和淬炼庭这两个最强势的激进派分支被斩断，大部分世人也就不再认为黑渊还会有什么威胁了。武田羽衣在心中默默地分析了一会儿，随后又追问道：阿姨她还说什么了吗？这个命令极有可能来自于牧者庭。苏无忌看似随口说道。那才是禁锢黑渊的真正决策核心。武田羽衣的眸光清敛，轻轻自语：看来牧者庭里还有厉害的智囊型人物。苏无忌的目光落在没打开的电视屏幕上，从屏幕的反光里，他能够清楚地看到武田羽衣此刻的神情，看到后者明显陷入了思索之中。苏无忌不禁对老妈给出了一个和老爸一样的评价：姜还是老的辣。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苏无忌和武田羽衣都待在这个房间里，一日3餐都是由麦耶斯准时送到门口。这位第6禁卫已经非常懂得如何服务别人了，他甚至还会在每次送饭的时候送上一个和安全措施有关的橡胶产品。2天下来，苏无忌已经攒了6个了，一个没用。武田羽衣的待遇也不错，甚至他每天还能喝上一支必康生命中心出品的恢复药剂。养了整整48小时，除了肩膀位置的那一处大伤口还有些疼痛之外，内伤和体力都恢复大半。真是神奇的疗效。武田羽衣说道。他喝完了药剂，看着正在用2根手指保持倒立的华夏青年，轻轻拧上了瓶盖，把那只金属试管顺手塞进了枕头下面。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废话当然神奇了，这玩意很贵的，市面上都买不到。武田羽衣若有所思。必康。苏无忌：你在嘀咕什么呢？武田羽衣说道：必康很厉害，或许秘典庭和淬炼庭加起来，在科研能力方面都比不过必康。研究方向不一样。苏无忌嘲讽地说道：必康研究的是怎么救人，你们黑渊研究的是怎么把人变得不像人，在这方面还是你们更厉害一些。把人变得不像人。武田羽衣的眸光已然变得警惕了些许，他下意识地把手伸进了被窝，摸了摸自己的腿。据说如果要彻底治好自己的问题，也得寄希望于秘典庭的科学家们。苏无忌已经结束了长达半个小时的倒立，走到了床边，伸出手从枕头下面摸出了那只金属试管。你藏这玩意没用的，上面又没有产品成分表。武田羽衣面不改色，直接承认了。我确实是想要带回去，让秘典庭研究一下里面的残留液体。都是无用功，你少动这方面的歪心思。还有，别在干了坏事之后还装得那么坦然。苏无忌自然不确定秘典庭到底有没有本事根据这微少的残留液体分析出原药剂的成分来，但他还是把试管塞回了自己的口袋，
杜绝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收拾一下，我们该离开了。苏无忌给自己套上了外套，说道。此时窗外晨光熹微，距离无面者的7日追杀期限还有不到48小时了。如果这些改造人真的很有时间观念的话，好。武田雨衣把放在桌子上的几件新衣服抱起来，走进了浴室里。从这走路的动作来看，他已经不是弱不禁风的状态了。很快，里面便传来了哗啦啦的水声，是淋浴。半小时之后，他洗漱完毕，头发已经吹干，带着一身清香走了出来。此刻的武田雨衣穿着一套崭新的白色羽绒服和黑色运动裤，简单的黑白配，再搭上那黑长直的秀发，看起来确实算得上清丽优雅。煮饭。苏无忌说道。武田雨衣看了看他，随后说道。我们要去哪里？苏无忌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弧度，说道。找个柔软舒服的地方睡一觉。其实他本来并不是这样想的，但是2天前跟老妈打了那一通电话之后，苏无忌便改变了接下来的计划。还有不到48小时，是找个秘密的地方躲过去，还是再大闹一场？以苏无忌的性格，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还要找个地方睡觉。武田雨衣可不认为苏无忌是会心安理得睡觉的那种人，他没有多说，但很期待看到对方接下来的安排。自己想要贴身观察了解苏无忌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只剩40几个小时。武田雨衣忽然觉得这7天的追杀期限能再多延长几天就好了。没错，苏无忌说道。你可以再好好睡上10来个小时了。1小时之后，武田雨衣便明白了苏无忌的意思，因为他们已经来到了机场了。这是布拉迪斯拉发远郊的一处小型私人机场，平时从未有过国际航班起降。飞回南美。武田雨衣问道。你用这种方式来消耗无面者的追杀时间。苏无忌。确切的说，是牵着无面者的鼻子走，顺便送你回南美。武田雨衣。都听你的安排。看似如今这7天里布满了杀机，可熬过了7天之后，武田雨衣的身边没有了太阳神殿少主作为依靠，那时候才是最终的考验。这个心机深沉的东洋姑娘将会独自面对禁锢黑渊的内部倾轧。这种时候，即便苏无忌不说，武田雨衣也已经把穆者庭作为了下一步的目标。军师那远隔重洋的一句话，已经给武田雨衣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接下来的每一程，无疑都将是步步惊心。当苏无忌的私人飞机呼啸着冲上云霄之后，4台越野车才高速地驶到了机场门口。刺耳的刹车声之后，从车子上下来了16个身穿黑色运动装的男人，他们全都戴着黑色的口罩，衣着很统一，身上也都散发着冷漠和锐利的气息，如同出鞘的利刃。这居然又是一支无面者的追杀小队。为首的男人抬起头，目光阴鸷地盯着渐渐远去的飞机，随后对着通讯器沉声说道：通知大本营，暗影天王带着凶羽飞回南美提示，距离追杀终止还剩45小时。旁边的一名手下立刻开始联系调度回城的飞机了。这时候通讯还是畅通的。这一次从南美跨越大洋追杀到了欧洲，耗费巨大，伤亡惨重，任务却濒临失败，这是无面者刑罚对成立以来少有的惨痛失利。然而就在此刻，
一道锐利至极的破空声忽然响起。就在这16个人还没来得及分辨出这声音具体来自于哪个方向的时候，那个负责联系返程飞机的无面者忽然身形狠狠一震，他难以置信地低下头，赫然看到自己的胸膛位置已经被一把长刀给生生穿透了。一捧血花从背后的伤口之中激射而出，染红了一大片地面。嫡媳！为首的无面者头领反应极快，嘶吼出声。剩余15人瞬间散开，依托2台越野车进行防御。他们的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建筑物和所有的遮蔽物。这个机场不大，今天的客流量约等于0，周围也没有其他车子经过。看到此景，为首的无面者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显然，今天就是一场专门针对他们的伏击。在那里，一名无面者指向那一栋老式机场办公楼的顶层。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正站在那儿，他穿着黑色战斗服，衣服上有着猩红色的纹路。就在他们注意力被这身衣服吸引的刹那，砰！一声沉闷的枪响从另一个方向传来。这并非普通的狙击步枪声，更像是经过特殊消音的反器材狙击枪。另一名无面者的头颅如同成熟落地的西瓜般猛地爆开，红白之物溅了旁边同伴一身。在旁边几十米之外的楼顶上也站起了一个年轻男人，此人扛着狙击枪，正是苏无忌。苏无忌，是啊。无面者头目瞳孔骤缩，惊怒交加地吼道：“你竟然还敢回来！”苏无忌嘲讽地说道：“什么回来？我压根就没走。”压根就没走。听到了苏无忌的话之后，为首的无面者立刻大怒不已。显然他们再度被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影子给耍了。而那个身穿黑色战斗服，衣服上有着猩红色纹路的男人又举起了一把长刀，大臂猛然一挥，那长刀再度发出了锐利的呼啸，以极高的速度来到了一名无面者的身前。这个无面者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有效的防御动作，胸腔便被毫无花哨地穿透了。光是从扔刀的这一下就能看出来，此人在这瞬间爆发出来的臂力简直可怕到了极点。而如果仔细看去，会发现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胸口居然还是凹陷的。猩红神殿第一神卫加列戈斯为首的无面者显然也已经认出了他，这个家伙应该也是个刑罚队长，明显还保有自己的思想，并未变成只知道听从命令，并且毫无痛觉的行尸走肉。猩红神殿什么时候站到了黑渊的对立面了？这个刑罚队长在看穿了加列戈斯的身份之后，明显大为不解。可还没等他想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心中骤然泛起了一股极度危险的感觉。砰！狙击枪声已经再度响起。苏无忌就这么站在楼顶，公然把枪架在天台边沿。对方只顾着关注加列戈斯，把苏无忌这边完全忽略掉了。这无面者队长意识到危险之后，在第一时间便本能的偏头，一股灼热感已经擦着他的耳畔暴裂而过。下一秒，他便感受到了温热的鲜血溅射在了自己的后脖梗上。这队长险之又险地躲过了子弹，可他身后的一名无面者此刻已经被打爆了脑袋。16个人还剩13，这13人已经被打成了一盘散沙，有的在寻找掩体隐蔽，有的则是试图对狙击位进行迂回包抄，
而那个无面者队长目前为止还没有下达什么有效的反击命令，导致所有手下皆是在单打独斗。而注重个体战力的无面者部队，在合击战术方面更是一塌糊涂。暗影天王，信天王。这队长咬着牙，声音之中透着愤怒。黑渊一定会和你不死不休。就算是不死不休，那也是在你们死之后的事情了。苏无忌冷笑着说了一句，随后又扣动扳机。这一发子弹打碎了侧面车窗玻璃，斜着穿过了整个车厢，又从后备箱的玻璃射出。一名躲在后备箱后面的无面者当即发出了一声惨叫，他的右胸被打出了一个比茶杯口还大的血洞，当即倒地不起。哪怕他们的自身防御极强，也没法扛得住反器材狙击枪的子弹。虽然这一枪并未打中心脏，可受了这么重的伤，这个无面者已经活不成了。还剩12人。随着苏无忌的枪声落下，加列戈斯已经直接从楼顶跳了下来。他并未刻意控制自己的力量，双脚重重落地，蛛网般的裂痕已经从脚底下的地面迅速蔓延开来。在家里养了2天的伤，被父母精心照料，他的战斗力似乎已经恢复了许多，凹陷的胸口和筋骨丝毫不影响心脏的有力跳动。此时，这位第一神卫的一同之中一片冰冷，看着那10几个无面者，就像看着待宰的羔羊。他拎着长刀，每一步都散发出强大的压迫力，让周遭的空气一片压抑。加列戈斯，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这个队长吼道。你本应该成为无面者的一员，此刻却在猎杀你的同僚。虽然算上自己还有12人，人数上似乎还占据着优势，可是这个队长的心里却非常不安，他总觉得自己已经陷入了绝境之中。而他此刻所表现出来的指挥能力，远不如之前被苏无忌割掉脑袋的伊兹拉。成为无面者的一员，谢。加列戈斯开口，冰冷的声音里没有丝毫的情感。我和你们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无面者队长忽然想到了什么，立刻打开通讯器，想要把苏无忌并没有离开的消息告诉大本营。然而他此刻却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呼叫，都无法与外界取得任何的联络，信号已经被屏蔽了。今天这个小小的机场就是一个张开的口袋，等着他们钻进来。他们这些让黑渊内部成员谈之色变的惩罚部队，今天反而成了待宰的羔羊。砰！又是一道枪声响起，一名正准备从侧面迂回过来的无面者被打断了小腿，那半截小腿旋转着飞出了10几米，鲜血溅射了一大片。此人摔倒在地上，发出了让人头皮发麻的惨嚎声。显然，即便这些无面者被抹除了部分痛觉，可如果伤势重一点，他们也是会痛的。苏无忌扭头往子弹射出来的方向看了一眼，没好气地说道：打偏了，笨死了。武田雨一抱着狙击枪咬住了嘴唇，他的枪法本来就普普通通，此刻还忍着肩伤扣动扳机，虽然距离并不算远，但能命中敌人的小腿其实已经很不错了。没错，武田雨一竟然也参与伏击了。苏无忌并未把他当成特殊伤员来照顾，此时狙击枪后坐力牵动了肩膀的伤势，让他疼得狠狠皱眉，眼泪差点流出来。但饶是如此，他的眼睛也没有离开瞄准镜。其实直到上飞机前，苏无忌才将一把狙击枪交给了他。
这东阳姑娘也才真正意识到，这个诡计多端的影子又把自己给骗了。所有的计划与安排通通没有告诉她。再来一枪。苏无忌的声音在通讯器里响起，你的左边有人要爬上来了。武田雨衣立刻把枪口伸出了窗外。楼下一个无面者已经冲到了距离大楼只有10米的地方。好，他在应声的同时扣动了扳机，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丝毫拖泥带水。这无面者的肩膀中弹，立时倒地不起。武田雨衣问道：打得怎么样？这句话一出，他自己也愣了一下。自己什么时候需要征求那个家伙的意见了？紧接着一句没好气的评价在通讯器里响起：不及格啊。说话的时候，苏无忌远距离地往这个无面者的脑袋上补了一枪，鲜血瞬间溅开了一大片。武田雨衣抿了抿嘴，不吭声了。而这时候，加列戈斯拎着长刀已经走到了那名无面者队长的身前。后者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咬着牙说道：加列戈斯，你的下场会很惨。在此事之后，淬炼庭会剥除你的所有思想，把你变成一具战争傀儡，我保证。加列戈斯缓缓开口，声音之中听不出丝毫的情绪来。然而，这里的消息传不到淬炼庭。这无面者队长已经拔出长刀，眼神凶狠地低吼道：那我现在就杀了你。说着，他便冲向了加列戈斯。后者猛然一甩大臂，反手劈出一刀，狂猛的力量瞬间输出。吭！一道金铁交鸣的刺耳声响，震颤着所有人的耳膜，火花瞬间四溅。无面者队长的凶狠一刀被加列戈斯毫无花哨地拦了下来。后者淡淡说道：让我看看现在淬炼庭的改造水平到什么程度了。话音未落，加列戈斯陡然把长刀换到了左手上，右手则是攥成了拳头，爆炸般的一拳如同惊雷，骤然落在无面者队长的胸膛之上。剧烈的气爆声随之响起，后者当即被打飞出去，甚至还砸翻了2个队员。苏无忌分明看到，当加列戈斯这一拳轰出之后，那无面者队长的胸口也被生生罚到了凹陷。加列戈斯的长刀一挥，划了一圈，把剩下的11个无面者全部包括在内，淡淡说道：今天你们所有人的命都是我的。苏无忌通过瞄准镜默默看着这位第一神位的高大背影，并未出手相帮。1小时之后，之前起飞的那一架私人飞机落了地，随后加满了油，重新起飞。机场门外的所有尸体都已经处理完毕，而把尸体拉走的车辆全部都是喷涂着毕康标志的救护车。显然，这些改造过的身体会成为毕康某个生命科研项目最好的研究样本。而加列戈斯则是返回了小镇上的新家，继续陪伴着苍老的父母。武田雨依靠着舷窗，看着视野里越来越小的机场，思绪翻飞，全无睡意。似乎这几天来的各种负面情绪都随着那几发射出去的子弹被彻彻底底地释放出去了。现在什么感觉？苏无忌问道。还不错。犹豫了一下，武田雨衣总算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形容词。很爽。苏无忌呵呵一笑。这算什么？更爽的事情还在后面呢。他其实一点都不爽。好不容易扎了个口袋，就弄死了10几个无面者，除了一个第6刑罚队长之外，其他都是小角色。剑墨庭的根基
并未受损，起码还有5个刑罚队呢。武田雨衣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说道：我回去之后，要想方设法进入牧者庭。心思深沉的他，此刻居然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虽然这句话正中心意，但苏无忌却冷冷一笑。然后呢，一统黑渊带着这个势力，继续和我作对。武田雨衣看了苏无忌一眼，又偏过头，重新望向窗外无边的云海，声音淡淡：与你作对，不，至少现在，我暂时找不到这么做的理由。只是在望向无边云海的眼神里，有些许的战意闪过。而就在这个时候，空姐给苏无忌端来了一杯咖啡，随后转身离开。苏无忌拿起了咖啡杯，发现杯子下面居然压着一张叠起来的纸条。他将咖啡一饮而尽，随后扭头看了一眼依旧看着窗外的武田雨衣，于是打开了纸条，上面写着3行字，3行字都是同样的内容：不要去南美，不要去南美，不要去南美，不要去南美。苏无忌看着这张纸条，眉头微皱，觉得这种手法似曾相识。他的第一反应便是，不会是歌者这个王八蛋干的吧？毕竟自己上次在飞机上收到纸条，就是出自于金明鹤之手。但是这一次情况好像不太一样，这不是公共航班，而是自己从苏赤烟那里借来的私人飞机。这架飞机上应该都是自己人，这纸条是怎么送上来的？他立刻解开安全带，快步走上前，一把拉住了刚刚给自己送咖啡的空姐。少爷。空姐有点意外，还没来得及说话，苏无忌便说道：你跟我来。随后他便不由分说地把对方拉进了卫生间。毕竟一些事情还是得避着点武田雨衣。苏无忌现在对他的信任度依旧约等于0。后者之前一直在对着窗外的云海出神，并未注意到苏无忌收到纸条的细节。此刻看着对方忽然把一个身材婀娜的空姐拉进了卫生间里，武田雨衣不自觉地轻轻皱了皱眉，低声自语道：又是去卫生间聊天的。他都要被艾斯戴尔和苏无忌在浴室里的深度交流给聊出阴影来了。此刻思绪被拉回来，武田雨衣满脑子都是那一曲炽烈的交响乐。盯着紧闭的卫生间门看了看，他强行把幻想中的那些让人脸热心跳的音符驱赶出了脑海，摇了摇头，打开了苏无忌给他买的2手手机，连接了机上网络，登录了黑暗世界的论坛。只是看了一眼，他的瞳孔便是微微一缩。这么多人，整个论坛人满为患，热度极高，已经达到了这几天的流量峰值，而被顶在最上面的帖子写得赫然是：最新战报，暗影天王又一次击溃禁锢黑渊缄默亭。武田雨衣立刻点开帖子看了看，随后赫然发现帖子里写的居然是1小时前的机场一战，甚至大部分的战斗细节都被描述得非常清楚。不过其中并未提及加列戈斯参战一事，似乎写这个帖子的人特地隐去了他的出现。武田雨衣之前可并不知道有人在暗中观察着战斗。他往下面翻了翻，又看到了2天前苏无忌与无面者队长伊兹拉以及和猩红之神的交战过程。不过不知道是出于何种原因，这篇帖子里并没写苏念出场，而是直接声称是暗影天王靠着一己之力把猩红之神给击退了。武田雨衣的眉头再度皱了起来，
他轻轻说道：“这是要捧杀暗影天王，把苏无忌架在火上烤，营造出一种苏无忌可以1对1击退天神的舆论氛围。这是夸奖吗？这是在拉仇恨。”武田羽衣从这战报里没有感觉到一丁点的善意，只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掌控感，以及在玩弄所有棋子的娱乐感。起码以他的视角，确实是这样的感受。甚至他觉得对方有些很刻意的在炫技。武田羽衣不喜欢这种被人窥视的感觉。虽然主角是苏无忌，但是他也是参与者。然而这居然还没完。武田羽衣继续往下翻，随后眼睛立刻瞪圆了，因为他居然看到了一篇八卦帖，标题是暗影天王和禁锢黑渊兄宇的爱恨情仇。这一篇帖子的字数不少，居然描述得非常详细，把武田羽衣在黑渊里与苏无忌的一系列交锋描述了个七七八八，甚至连罗森被苏无忌劫走，以及兄宇差点在里约热内卢被炸死的事情都写进去了。最要命的是，帖子里还附有几张照片，都是虚弱的武田羽衣被苏无忌各种抱着的画面。不过其中有一些内容也是臆测和瞎编的，可是这种瞎编的故事混合在真实的经历里，再配上那些照片，便怎么看怎么像真的了。想骂人。武田羽衣久久沉默，指尖冰凉，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以他的视角来看，这几个帖子对苏无忌没有善意，对他更是恶意满满。毫无疑问，从此之后，裁决庭的兄宇已经无法像之前那样完全隐藏在幕后了，起码这个代号已经彻底暴露在黑暗世界的视野里了。他还打算在结束了7天追杀之后，回归禁锢黑渊，并且找机会进入牧者庭呢。然而这次和苏无忌的亲密照被曝光，禁锢黑渊必然对自己充满了猜忌。他就算多长了一张嘴，把苏无忌对自己那万般嫌弃的状态讲出来，也没人会相信的。还好这几张照片拍摄距离较远，并不能完全看清楚武田羽衣的脸，不然他怕是真要疯掉了。此时在前舱的卫生间里，苏无忌正伸出双手，对着年轻空姐的脸，这里搓一搓，那里揉一揉，还捏捏腮帮子。空姐近距离地望着他，双颊绯红，眼神闪烁，表情里满是羞意。坦白说，对于面前这位青年，不管是身份还是长相，他都生不出半点反感之心，所以捏就捏了，揉就揉了，随他去了。就是捏腮帮子的时候用的力气能小一点就更好了，感觉都要捏肿了。奇怪呀。苏无忌搓完了脸，又搓了搓对方的脖颈，都快搓到锁骨位置了，才终于有了结论，问道：你的脸上没戴面具？面具？这空姐愣了愣，没有面具啊。她都快羞死了。毕竟苏无忌检查完了锁骨，再往下可就要检查胸口了，对方可是苏家小少爷，自己如果拒绝了他的要求，工作会不会丢掉啊？苏无忌哪知道年轻空姐的心里闪过那么多小心思，他问道：那咖啡杯下面的纸条是怎么回事？他本来还以为这空姐是星辰洛伊冒充的，不过苏无忌忽然想起来，那女人似乎是个天生飞机场，跟面前身材婀娜的空姐应该不是同一个人。空姐愣了一下，随后说道：不是我不知道什么纸条，杯子是另一个同事姐姐拿给我的，她是我的乘务长。这私人飞机上有2个飞行员，
2个空姐。在起飞之后，2个飞行员全程没出前舱门。苏无忌立刻说道：“那个乘务长在哪里？”他刚刚去后舱了，我带少爷过去。空姐说道。卫生间的门打开了，那满脸通红的空姐出现在了武田雨衣的视线里。她衬衫领口的扣子解开2颗，脖颈上的丝巾已经被扯歪了，明显还没来得及整理好。这明显就是上手了吧？武田雨衣心中嘀咕来一句，随后查看了一下时间，才不到8分钟。之前和艾斯戴尔的时间可比这个长多了。哦，还得把2人事后洗澡的时间算上，这男人的实力也不咋地啊。苏无忌根本没搭理武田雨衣，拉着空姐直接去了后舱，把门关上了。后舱有一张双人床，发现了苏无忌更加渣男的一面。武田雨衣的心情有点不太舒服，不过他忽然反应过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这个凡事算无一策的暗影天王，应该不是一个容易被下半身支配脑子的人。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一旦涉及到和他有关的事情，就不自觉地变得低智了？武田雨衣摇了摇头，再度提高了警惕性。苏无忌来到了后舱，那位乘务长正坐在床边等着呢。之前被苏无忌拉进卫生间的年轻空姐见状，很意外，立刻说道：“乘务长，这张床我们不能坐的。”苏无忌看了看对方的胸口，弧度尚可，难辨真假，也许是电诈。他冷冷一笑，对先前那名年轻空姐说道：“你先出去，我要跟他单独谈谈，好好谈谈，尽量不要来打扰。”是少爷。空姐红着脸出去了。临关门前看了一眼无比反常的乘务长，心中充满了不解。没想到他在经过座位的时候，忽然被武田雨衣叫住了。“等等。”他说道，“我有件事要问你。”空姐说道，“武田小姐，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武田雨衣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苏无忌之前在卫生间里对你做什么了？”空姐立刻意识到他想多了，连忙解释道：“没做什么，请武田小姐不要误会。”武田雨衣淡淡地说道：“你的脸那么红，衬衫扣子也开了，要是没做什么，至于衣衫不整吗？”这空姐虽然心中满是羞意，但也知道武田雨衣和少爷并非恋人。她说道：“少爷对我做的不是那种事情，但很抱歉，我不能说。”身为苏赤烟的员工，首先得站住立场，这一点他做得很好。武田雨衣摇了摇头：“那他对你说了些什么？你都说给我听。”空姐挤出了一丝笑容：“抱歉，武田小姐，您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亲自问少爷。”武田雨衣摇了摇头：“算了，你先去忙吧。”他再度陷入了沉思，显得有些心事重重。而此时后舱里，那乘务长正2腿交叠地坐在床上，双手撑在后面，这个姿势显得极为放松。“天王大人，如果没有我，你可没有把漂亮女孩拉到卫生间里检查一遍的机会。”他笑眯眯地说道。苏无忌正盯着那乘务长的脸，冷笑着说道：“星辰洛伊，你混上我的飞机做什么啊？”说话间，他抬手探向对方的胸口：“我倒要看看你今天用什么伪装的，跟真的一样。”“哎呀，你干嘛？这里不能碰。”那乘务长立刻往后缩了一下身子，同时打开了苏无忌那已经伸到了胸前的手。苏无忌呵呵冷笑：“我就是想看看你到底是用什么伪装材料，怎么垫得那么逼真。”乘务长说道：“
有什么好垫的？我这就是真的。然而下一秒，苏无忌那本来探向他胸口的手，便忽然摸到了他的领口。你脚，你用些些。这乘务长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苏无忌便从他的脖颈、衣领处摘下了一枚变声器，后者便恢复了本来的声音。还给我。毕竟星辰洛伊之前说过，如果没带变声器的话，就像出门没穿贴身短裤一样，会非常没有安全感。洛伊，你乔装打扮的混到了我的飞机上，想干什么？苏无忌没好气地说着，把变声器随手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因为我想近距离地观察你啊。洛伊眨眼一笑，现在看来整体还算成功。他伸手过来想要掏苏无忌的口袋，却被后者毫不客气地把手打到了一边，手背都被拍红了。洛伊喊道：打疼了。活该。苏无忌呵呵一笑，没好气地问道：原来的乘务长呢？放心，他现在很安全，我没有为难他，甚至找了2个女性手下专门陪着他呢。洛伊摊了摊手，只是这个空姐的情绪不太好，哭哭啼啼的，在巴西整天以泪洗面。苏无忌愣了一下，语气已然变得艰难了些许。也就是说，从里约热内卢飞回欧洲的时候，你就已经在这飞机上了。我的演技瞒过了所有人。洛伊的笑容变得灿烂了些许。怎么样，意不意外，惊不惊喜？苏无忌一把揪住了这女人的领子，几乎将她提溜了起来，差点没直接开口骂人了。潜伏在我身边这么久，你有毛病吗？然而下一秒，他便觉得腰间有些微微刺痛。洛伊的手里面不知何时已经多了一把匕首，尖端正顶着苏无忌的侧腰呢。暗影天王大人，别对我那么粗鲁，你这样会让我很伤心的。洛伊轻笑着说道。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呢。苏无忌看了看对方那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口袋的空姐制服，又低头看了看那把寒光四射的弹簧匕首，问道：你刚刚从哪里把这玩意儿给掏出来的？洛伊说道：当然是裙子底下呀，那儿最容易藏东西。苏无忌：你不觉得硌得慌吗？说话间，他松开了手。不过刚刚在揪着这女人的领子之时，手不可避免地碰到了一些东西，触感上来说应该像是真的。他觉得洛伊倒是没说谎，应该是没有电炸。只是这伪装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忽大忽小的吗？女人的身材真是个谜。呵呵，那是我的秘密，不能告诉你。洛伊微微扬起脸，笑着说道：这面具是我亲手做的，怎么样，逼真吗？苏无忌看着这个从短裙底下掏出匕首的行为，总觉得有点眼熟，似乎不久之前就见到过。随后他缓缓地瞪大了眼睛，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我去，洛伊之前那个人口贩卖组织里的艾迪姐，不会就是你吧？之前苏无忌想要去把武田雨衣给卖了，以此打进那个人口贩卖组织内部，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成熟的女人艾迪，当时也是从短裙之下掏出了一把弹簧匕首来。你想想啊，洛伊说道，那个艾迪姐姐本来还要脱了武田雨衣的裤子检查的，后来怎么那么轻松就让你们蒙混过关了？苏无忌瞪大了眼睛说道：真是你啊。不然呢？洛伊说道：你说的那个人贩子考特大叔都被银月大卸8块了，我还要帮你找理由，说他每次都喜欢亲自验货。说到这儿，他不满地哼了哼。要不是我提前潜进去，你在那个环节就已经露馅了，现在还好意思来质问我？
苏无忌回想了一下当时的细节，说道：怪不得呢。当时银月和游侠神殿开始了进攻，而艾迪在觉察到了苏无忌身上的杀意之后，立刻拔出匕首冲出去了，从此便再也没有现身。苏无忌并未询问过现场有没有他的尸体，没想到真身竟然在这里。这个女人的易容水平的确是高得要命，起码那时候苏无忌和武田羽衣完全没有看出来任何的不对劲。洛伊之前给苏无忌的印象是个头不高，身材偏瘦，可在冒充艾迪的时候，那种成熟女人味儿简直浓郁的不得了。苏无忌说道：反正把你之前的行为解释清楚，不然信不信我把你从飞机上丢下去。这话说的颇有点底气不足的感觉。洛伊的笑容不变，说道：如果你这么干了，那个失踪的乘务长就不可能回得来了。苏无忌眯了眯眼睛：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这2天是不是又发布战报了？洛伊微笑着说道：是呀，我把你以一己之力击退猩红之神的过程发出来了，写得非常详细。现在你在黑暗世界里又多了很多粉丝，还有很多小姑娘抢着要给你生孩子呢。苏无忌摇了摇头：李安的什么写？当然是捧你呀。洛伊理所当然地说道：而且你肯定也不想让我把苏念的出现写到战报里吧？你是在捧杀我吧？苏无忌盯着他看了看，没好气地说道：现在在你面前，我才更像是没穿内裤的那一个。不，洛伊眨眼一笑：我必须纠正一下，你没穿的时候我是真没见过，之前我冒充艾迪的时候说事后要检查检查你，这句话到现在还没兑现呢。苏无忌有点无语，他坐在了床边，打开手机，登录了黑暗世界的论坛，看着那些讨论度极高的帖子，脸色已经变得阴晴不定。你这是看到什么了？表情怎么那么凝重？洛伊笑眯眯地说道。苏无忌的脸都黑了，没好气地说道：你虽然没写出我哥和加列戈斯的出场，但是这一篇帖子里写的什么我和凶宇的爱恨情仇又算是怎么回事？说心里话，由于上次在面对天权奥丁之时的并肩作战，苏无忌并没有把洛伊当成敌人，甚至对他的印象还颇为不错。只是这种总是被窥视的感觉，实在是让人没安全感。八卦帖子谁不想看？这种帖子在论坛里流量很高的。你看，我在里面插了几个广告，光是广告费就进账了2万雷金。洛伊把匕首插回大腿之间的刀套里，点开了论坛的收入界面，笑眯眯地说道。苏无忌毫不犹豫地说道：分我70%我就原谅你。洛伊瞪大了眼睛：你还有没有底线？你这样的富二代能看得上这点钱？苏无忌说道5成不能再少了。行吧，铁公鸡。洛伊咬牙答应了，当场扫码给苏无忌转了1万美金。他随后对苏无忌勾了勾手：过来，我叮嘱你几句。后者凑过去，洛伊一把搂住了他的脖颈，凑到耳边小声说道：武田羽衣，这个女人我不喜欢。苏无忌的耳朵被温热的气息弄得痒痒的，他没好气地说道：那你还要整出我和他的八卦来？洛伊说道：你这次放他回黑渊，岂不是放虎归山？万一他再对你生出杀心，又怎么办？你能保证你下次还有弄死他的机会？苏无忌说道：我不在意能不能弄死他，我在意的是你再造我的谣还是绯闻。洛伊说道：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他，所以我造他的谣，他肯定很不爽。说到这里，他又笑了一下。
所以武田雨衣认为之前那几篇帖子里的字里行间对他没有什么善意，这感觉确实挺精准的。苏无忌，你有病吧？他实在是理解不了这个脑回路，但想必武田雨衣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暴露在黑暗世界的注视之下，心情肯定跟吃了苍蝇一样。你多留点神，这女人心机深着呢。洛伊拍了拍胸口说道，作为朋友，我不想看到你和她在一起。苏无忌，首先我和他不可能在一起，其次咱俩还不算真正的朋友。不是朋友，我能这么好心的提醒你不去南美？洛伊说道。苏无忌呵呵冷笑，你终于说到正题了。洛伊没好气地说道，我以为你会按捺不住的先问我，结果到现在都没问，快憋死我了。苏无忌笑眯眯地回应，我最会跟女人较劲了，最烦你这种男人了。洛伊说道，现在让你的飞机改道飞往米国。苏无忌面无表情，可我不想去米国，我更想回华夏。他还惦记着要带着白木哥回家吃饭呢，这不是你想不想去的问题。洛伊说道，是你必须要去。苏无忌说道，你大费周折折腾了那么大一圈，就是为了跟我说这句话吧？对，感动吧？洛伊又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说道，我这个人是热心肠，为了朋友，我就是愿意这么折腾。怎么？难道禁锢黑渊还在巴西张开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钻进去？苏无忌呵呵一笑说道，我正想把他们勾出来呢，要是这些家伙真的这样做了，正合我意。两码事。洛伊挑了一下假眉毛说道，你现在不想去米国陪一陪穆千羽吗？苏无忌瞪了他一眼，你连穆千羽这名字都知道？洛伊说道，啧啧，我什么不知道？他去米国干什么的？苏无忌问道。坦白说，在得知千羽也去米国之后，他确实有些异动。我怎么知道他去干什么的？洛伊说道。然而他紧接着又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不只是你的穆千羽去了，东亚叶皇昨天也去了米国。